法兰西玫瑰、法兰西之吻、法国男人永远的挚爱，这些名号通通加诸在一个人头上。这朵法兰西的玫瑰通杀的是全世界的男女，包括那些大牌的男女明星，也包括寻常的夫妇。女人们愿意拉着自己的老公一起追她的星，女明星们以留跟她一样的刘海而沾沾自喜。然而就这样一位世人眼中的女神，上帝送给法兰西的礼物，人生道路也不全是一帆风顺。名利场中也曾遭遇潜规则胁迫不敢发声，感情上爱上大自己20岁的男人，2个女儿至今未婚，生活中更是抽烟喝酒不在话下。这还是我们熟知的那个惊艳了岁月的法国美人吗？1966年11月，苏菲玛索出生在法国巴黎的一个郊区小镇上，父亲是个卡车司机，母亲在超市里当售货员。尽管家里并没有王位要继承，可父亲依旧嫌弃她是个女儿，尤其是和奶奶那边的亲人打交道时，苏菲玛索更能感觉到自己不被欢迎。然而和一般被嫌弃后就变得自卑的女孩不一样，骨子里自带坚强的苏菲玛索决定，总有一天她会做出一些成绩，让父亲改变他的看法。而且和身边的同龄人比起来，苏菲玛索的确更优秀。论学习，她一直是老师心目中的优等生。比生活，苏菲玛索也不差。她性格活泼开朗，长相更是甜美吸引人。不到14岁的时候，苏菲玛索的身高就超过了1.7米，而且她有一双迷人又独一无二的褐色眼睛。被这样一双眼睛盯着时，任何人都会觉得你就是她的全部。而苏菲玛索身上有着少见的东方气质，清新甜美又多情是根本藏不住的。14岁那年，法国导演克洛德·匹诺托为电影第一次接触甄选女主角，他已经面试了700个年轻女孩。快要出现审美疲劳时，小苏菲出现了。那天她只是穿了一件很普通的蓝色外套，并非像其他女孩那样精心打扮。但是匹诺托导演和制片人说，你必须马上和她签约，这个女孩万里挑一。凭借着这样的优秀外形，14岁的苏菲玛索就出演了让她一举成名的第一次接触。剧中的那个少女自由又清纯，镜头一转时，苏菲玛索的笑容给人一种小狐狸般的皎洁，尤其是眨眼的瞬间，让无数人为她痴迷。所以第一次接触热播以后，苏菲玛索成了法兰西初恋、法兰西之吻。苏菲声名鹊起之后，连续拍摄了第一次接触2、第一次接触3，均取得很好的反响。第一次接触还让她获得了当年最佳新人女演员奖的荣誉。那几年，苏菲玛索成了法国影坛玉女偶像的代表。有媒体甚至评价说，苏菲玛索是所有法国男人的缪斯女神。可名利滚滚而来的同时，苏菲玛索的发展也得到了限制。就像大家说的，人越是缺少什么，就越会炫耀什么。毕竟法国可是个浪漫的国度，演艺圈少有那种以清纯形象出现的女星，所以公司高层费了大力气要保住苏菲玛索的形象。但实际上骨子里的她并非如此。她说，我只是证明了自己会表演，其实当时的我远没有那种激动和羞涩的感觉，一切表现都是假的、捏造的。面对公司和经纪人的威逼利诱，苏菲玛索就如同多年前反抗父母的偏心一样，她从来不想被世俗的规矩束缚，不仅敢于打破自己的人设，而且敢于与上级叫嚣。1984年秋，44岁的波兰导演安德烈·祖拉斯基为筹备新片《狂野的爱》向苏菲发出邀请。由于电影与她的清纯形象不符，经纪公司用100万法郎违约金和舆论攻击对苏菲施压，希望她继续保持原来的人设，拒绝接拍这部电影。敢当敢做的苏菲自然不会屈服，因此18岁的她做出了令世界震惊的事儿，卖房子、砸锅卖铁，四处借钱，赔了这100万，终止了合约。她说，这样做当然使我不得不借钱，可人们为了不让我与安德烈拍《狂野的爱》，做了各种事情，这是残忍的，几乎是种族主义的。我成了高蒙公司的小宠物，不得不听从他们，我无法忍受，但我又很怕因违约金而进监狱。这部电影之后，苏菲索玛的形象大变，她成了性感女神的代表。再往后，苏菲玛索出演过不少好作品，诸如《芳芳》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等，在电影节上广受好评。《芳芳》成为当年最卖座的法国电影。
而苏菲又收获了一部代表作，国际巨星的大门正在向她慢慢打开。1995年，梅尔吉普森在构思《梅尔吉伯逊之英雄本色》的剧本时，他对女主角的第一人选是苏菲玛索。梅尔吉普森说，她有一种属于宫廷的美，中世纪的服装好像只有她穿上才不会显得突兀。梅尔吉伯逊之英雄本色抱回第68届奥斯卡的5座小金人。苏菲玛索在这部男人戏中注入了女性特有的柔情与坚韧，也完全超出吉普森原本对她的期待。当然，演员是多变的，所以他打破界限，又跑到007纵横天下中去演了一个反派，将看似美艳性感的白富美演绎的妖娆狠毒，攻于心计，甚至差点残害了该片的主人公。但他颠覆青春人设所表现出来的疯狂演技，也让该片在多年以后被誉为经典。同时，他本人也被评为本世纪最受关注的邦女郎。彼时，他还被人誉为是法国的代表。而和事业的红红火火比起来，苏菲玛索的恋爱也更让人感慨。因为有过3段感情，且生下一双儿女的苏菲玛索一直都是未婚身份。未婚生下一双儿女，苏菲玛索喜欢自由的生活。她用100万摆平了原东家的同时，也疯狂地爱上了那个疯子导演安德烈。可对于这段感情，几乎没人支持，原因不外乎安德烈比苏菲玛索大26岁，苏菲玛索肯定是为了成功想走捷径。彼时媒体的猜测是，之后的苏菲玛索会靠怀孕上位。然而事实证明，这次的媒体推断有些错误。和安德烈在一起的日子里，苏菲玛索是快乐的，可她从来不是因为世俗的原因才出卖自己。前面说过，苏菲玛索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。然而和安德烈成为恋人以后，苏菲玛索享受到了以前未曾有过的呵护。多年后在接受采访时，苏菲玛索说，安德烈就像是一个导师，当我开始计较得失的时候，他会劝我，这只是一项工作罢了。也正是因为有了安德烈这个过来人的引导，苏菲玛索才没有在金钱的世界里沉迷自己。所以年龄差并不影响苏菲玛索爱上安德烈。之后的10多年里，苏菲玛索并没有跟安德烈结婚。在这期间，他们还生下了一个儿子。有媒体采访苏菲玛索，问她为何不结婚。苏菲玛索表示，女人会成为妈妈，变得坚强，不一定非要靠一张结婚证。2001年，苏菲玛索和安德烈和平分手，没有争吵，没有互黑。用苏菲玛索的话来说，之后的日子，他们已经不适合一起走过。2016年，安德烈去世，苏菲玛索带着儿子隆重出席。和安德烈分手一段时间后，在好莱坞打拼的苏菲玛索跟一个美国制片人吉姆走到了一起。第2年，苏菲玛索生下一个女儿。和前一段感情一样，苏菲玛索同样没有结婚。可能对于潇洒的苏菲玛索来说，自由才是她恋爱的最高标准吧。况且对于这样一个女人来说，感情和婚姻是重要的，可却不是必须的。这段感情之后，苏菲玛索还有过一段长达7年的恋情，对方叫克里斯托弗·兰伯特，两个人合作过好多次。不过和前面一样，后来的苏菲玛索还是选择了和平分手。当然，不管是哪段恋情的结束，都没有人说过苏菲玛索的坏话。用前男友们的话来说，苏菲玛索是个再迷人不过的恋人。他在书中写道，我就是一个俗人，但如果别人想要碰我，我还不愿意。不过我也愿意当雍容华贵的皇后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大智大慧是我的本色。这些年，这位女神依然活得无拘无束，想恋爱就恋爱，想接戏就接戏，抽烟喝酒也从来不怕镜头。率性的她也不忘揭露行业黑历史，不惧形象受损，大胆为女性演员发声，称当年少女时期的市井生活简直不堪回首，不知被图谋不轨的家伙占了多少便宜。她补充说，每次都是50到60岁男导演提出脱衣服的无理要求，脱掉你的衣服，因为我要还原性感露骨的场景。我感到异常痛苦悲伤，他们向我下令，我感觉自己一无是处，只能被利用。苏菲玛索痛批这种行业阴暗，你不能用你的辈分跟地位要求一个年轻姑娘当场脱衣，没门儿。我知道那是错的，但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应付。我是一名专业演员，我想要好的部分，我明白女孩们为何被利用。
现如今，这个惊艳了岁月的女人已经55岁，和一般同龄女星们比起来，苏菲玛索看上去似乎格外显老。有媒体说，这样的苏菲玛索让人们明白了什么是美人迟暮。然而，除了生活习惯以外，苏菲玛索衰老的原因还跟她的观念有关系。早在接受采访时，苏菲玛索就表示：“我不怕衰老，这是岁月给我的礼物。”或许正是因为心态足够强大，所以苏菲玛索从来没有用过高科技的手段去对抗岁月。而不一样的是，现今的她眼神依旧清澈，年过50的她告诉你，自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或许美貌只是法兰西玫瑰的掩护，比她绝世容颜更珍贵的是她有一颗勇敢而叛逆的心。愿这位法国玫瑰继续灿烂地绽放下去。最后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别忘了按个赞，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感谢您的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